眼前这辆出了大事故的路虎揽胜是康纳今天接到的新项目，这是一台2022年的路虎揽胜运动版。就在几天前，车主因为操作失误，导致追尾变成了现在的样子。虽然看着事故不是很严重，但豪车的前嘴一套也是非常的昂贵的。再说这样的撞击，不知道里面是否还有别的损伤。不过这次是给客户维修，所以不需要考虑会亏损的风险。现在康纳要将车子开到车库内，将损坏的零件全部拆解，评估一下车子损坏的程度，好订购所需的部件，能让这辆车早日回到行驶的道路上。可没想到打开引擎时就看到了不好的预兆，车头的前端支架已经彻底的被撞断，这让康纳的心瞬间提了起来，生怕里面还存在着什么大隐患，要是那样修复起来就麻烦了。不过再担心还是得按部就班的拆解，才能知道里面的具体情况。康纳将上面的螺丝一一的卸掉，终于将前端的保险杠拿了下来，里面大部分都是塑料的零件，基本上都得重新换新的了。当拿下大灯时就更加的一目了然，里面的一些零件也都碎了。为了更好的评估这次事故的损失，康纳继续拆解其余的零件。随着一声声拧掉螺丝的声音，康纳也将所有损坏的零件拆解了下来。眼前这些都是要被替换的零件，这几乎是整个前端的部件了。显然这次的修复也不会很便宜。康纳现在需要清点一下损坏的清单，然后去订购所需的部件，这些都需要提前订的，因为这个1周后这些零部件才到货。在等待新零件的同时，康纳也没有闲着，他将剩余损坏的部件都拆解下来，并拔掉所有冷却器上的管道，将其一步步的拿了下来。这时之前订购的零件也都到货了，康纳要检查一下这些零件是否在运输途中有损坏。还好这次的订购没有什么意外发生，这里不仅有很多小零件，还有一个新购买的新散热器。康纳没有直接去购买一整套，如果直接购买一整套新的是非常昂贵的，所以康纳采用了新旧结合，这样修复的成本会降低不少。等康纳将散热器安装完成后，接下来就开始处理支架了。这个一子版的支架已经出现了弯曲，所以康纳需要将其周边的零件都拆解下来，然后将车子开到工作台上将其修复，这可是康纳的拿手活。像这样的小问题，对于一个钣金大师来说是非常简单的。只见他借助着机器的拉力，不断的挥动着手中的小锤，没用上10分钟就将其修复完成。拉了一下对角也是相当的完美，接下来的工作就简单了很多，只需要将新的零件替换上去就可以了。这时康纳拿来一个绿色的工具箱，他要给车子做一个真空检查，确保每个管道内都没有任何泄漏。这个工具是非常的好用，当气压打到15个的时候停止，让其静止10分钟左右。在这期间，康纳调制了一桶混合冷却液，只要将另一根软管插入桶内，打开阀门，冷却液就会自动的吸入其中，这样可以保证管道内不会出现有空气的情况。等将里面的多余的空气放出来后，康纳就将车子启动了起来。这时我们就可以看到，原来加满的冷却液开始减少了。这时就可以用传统的方式将其加满就可以了。等这些都被处理好后，康纳就可以安装引擎盖了。这是康纳重新购买的，需要将引擎盖上旧的小零件安装到上面。这时我们就可以看到，虽然看着一个小小的事故，但是换的零件却很多，像眼前的大灯就换了2个，甚至连左侧的轮毂也都换了。当康纳将保险杠也安装上去后，这台2022款的路虎揽胜运动版就修复完成了。康纳最后也没忘了送了一个惊喜4件套，不但里里外外清洗干净，还给车子上了一层蜡，车子看起来就和新买的汽车一样，让其重新驰骋在道路上。